大家好，我是 Jason，今天来和大家聊聊梦想。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对兄弟，有一天他们出去爬山回家，他们的家住在80层楼，他们一人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包。回到家时，才发现大楼忽然停电了。于是哥哥就说：“弟弟，我们一起爬楼梯上去吧。”于是两人就一起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爬楼梯。到了20楼的时候，哥哥又告诉弟弟，包包太重了，我们把它放在20楼，我们爬上去，等电梯修好了，我们再坐电梯下楼来拿包包。弟弟也不加思考的就说好。于是他们就把他们的包包放在20楼，继续往上爬。到了40楼，弟弟开始抱怨，我们为什么不在楼下等呢？也许电一会儿就来了。于是就跟哥哥吵起来了。他们边吵边爬，爬到了60楼，哥哥就对弟弟说，只剩20层楼了，我们不要吵了，默默地爬完它吧。于是他们就各走各的，终于到了家门口。哥哥非常高兴，还摆出了很帅的姿势，然后叫弟弟开门。弟弟这时反而莫名其妙地对哥哥说，别闹了，钥匙不是放在你的包包里吗？这个故事其实与我们的人生状况不是很类似吗？有很多人在20岁以前是活在家人的期望和老师的期许之下，背负着很多的压力，生活就像拖了一个包袱一样。在20岁之后，总算可以自主离开了众人的压力，满腔的热血，等不及开始想要完成很多梦想。可是工作了20年后，发觉工作不如意，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一事无成，于是就开始抱怨老板，抱怨公司，抱怨社会，抱怨国家政府，甚至认为自己的亲人都没有帮助自己，再不然就认为自己运气不好，于是就这样怨天尤人的又度过了20年。等到60岁了，年老力衰，梦想早已化为幻影，于是只好告诉自己，60岁了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就默默地走完自己的余年吧。然而到了80岁，面临人生的终点，才想起自己好像有什么事都还没完成。或许某天早晨在半睡半醒之间，年轻时的梦想忽然从心头闪过，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最后抱着遗憾离开人间。亲爱的朋友，你有过梦想吗？俗语说，人生有梦，逐梦踏实。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梦想，有些或许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也有一些梦想，只要我们肯努力，懂得把握机会，梦想就会成真。然而，如果梦想的目标定得太高，那么就会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空想，时间久了，梦想就会幻灭，成为残缺片段的幻想。有一位英国国教主教在他的墓志铭上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我年少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年事渐长，阅历增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小了范围，决定先改变我的国家，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着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原样。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领悟了一些事，我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不知您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觉呢？的确，梦想太高，往往会成为一种好高骛远的目标，对我们人生其实并没有任何帮助。可是相反的，人生也绝对不可以没有梦想，因为没有梦想的人生是灰色的，没有目标与方向，生活随波逐流，那也是很悲哀的。所以英国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说，人生有2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不过大多数的人虽不至于没有梦想，但却往往梦想太多，再不然就是心中的梦想只是因应别人的期盼，可是自己并未认真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就什么样的人生。就像前面这对兄弟爬楼梯的故事，人生是那么的简单，可是往往我们却不认识我们自己，更不知道人生到底要做什么，要完成什么才不虚此生。或许大多数的人也都是如此，然而我们更应该思考，几年以后我们也难道也要如此吗？还是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留下些什么值得让人所称赞吟诵的事迹呢？古今中外能名留青史的人虽不多，然而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足迹的人，不正因为他们年轻时即立下了远大的志向，怀抱着伟大的梦想，即使遭遇无数的挫折与失败，却仍然坚持到最后，也由于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勇敢与积极面对人生挑战的心态，让他们用有限的人生成就了伟大的事迹，造就了现在我们人生的富足与安乐。贝多芬、莫扎特、孔子、苏格拉底、牛顿、爱因斯坦，
释迦牟尼，他们的伟大让我们现在的世界可以多一点美丽的音乐，多一点智慧，多一点理性，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罪恶。人生虽然是如此短暂与渺小，然而我们的梦想却可以无限宽广。有梦想的人生是彩色的。然而能不畏现实，努力坚持到底，积极实现梦想的人，则是勇敢与伟大的。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留言，我们都会认真解答与回复。最后也请各位朋友给予鼓励，点赞与分享，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努力与进步的最大动力。谢谢您，晚安。